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呢，目前已经实际上被边缘化了。这个边缘化实际上对他们想再次执政构成了很大的影响。那么最近呢，国民党在开始进行党主席的重新竞选。那么两位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在竞选中，双方不是比拼，所以更加促进两岸的统一，而是在比拼谁更亲美。国民党还有救吗？那么面临着党主席换届之际，现任的主席江启臣和前任主席朱立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，都号称自己能够拯救国民党。他们虽然都认同9·2共识，但是没有表达想要追求两岸统一的目标。朱立伦声称，民进党已经把台湾的声音在美国变成了一言堂，计划在没钱的情况下成立国民党驻美代表筹备处，还要规划在年底前访美。他甚至指责江启臣未来落实建立国民党驻美代表处的计划。江启臣呢，也同样要深化与美国的关系，但是实际推进时却面临着资金困难。国民党党主席之争为什么把重点放在了美国的身上？那主要原因想急着改变自己亲中卖台的标签，也就是说，国民党的亲美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认识到，不是只有民进党会跪舔美国，能够保持两岸分裂的现状，而国民党同样是这方面的高手。那么现在看来呢，国民党的两位竞选的党主席肯定会听从美国的意见办事儿。如果国民党在2024年有可能上位，那么必然会是一个更加亲美的台湾当局。美国的利益诉求实际上是想让两岸永远维持分裂现状，那么台湾呢，就可以一直成为美国的提款机，比如说购买大量的美国过时的武器，从而呢成为阻止中国大陆崛起的绊脚石。这样的国民党可能会认同9·2共识，但是仍然会拒绝两岸统一。实际上呢，依然是维持现状派，也就是维持他们不统不独的现状。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呢，9·2共识的核心呢是一个中国，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长期分裂。如果国民党依然像民进党那样对美国的指令言听计从，那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绊脚石。实际上呢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人何去何从，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的程度了，否则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罪人。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，9·2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。因此9·2共识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长期分裂，而是要迈向一个中国这个终极的目标，也就是两岸统一。一个中国怎么实现？两条路：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，两岸之间必将走向统一，这一点应该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么国民党如果依然像民进党那样对美国的指令言听计从，采取不统不独这种暗独的策略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绊脚石。实际上呢，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。这样的国民党再不改换门庭，那么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。何去何从？希望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能够认真三思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